台湾最新一版解放军军力报告出台，前后就差1年，观点变化明显。渝北辰们还能不能够在开水里边继续养活鱼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在老北京呢，有个传统相声段子叫“开水养活鱼”，是3个人的群口相声。这套路呢，就是一个人欠了另外一个人的钱，拿人手短嘛，就为了不还人钱，那就得帮人办事儿啊。办什么事儿呢？帮人吹牛。这个债主呢就要胡吹啊，然后这个第3个人呢表示不信，就得问中间这位欠钱这位，真有这么回事吗？然后欠钱这位一说没有，那债主就要逼着还钱，怎么办呢？他只好说真有这回事儿，然后得想尽办法把这事儿给解释圆了。等到那债主啊吹牛吹的是越来越大，欠债这位的智商耗尽了，那就豁出去了，也不帮着解释了，爱咋地咋地。这个相声看点呢，就是欠债这位怎么圆谎，怎么费这个力气。而台湾这边呢，他这个什么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啊，包括以前的一些个报道啊、新闻呢，这么多年来也像是在说这段相声。所以我们看台湾这么多年下来，关于大陆的、关于解放军的各种评论呢，也基本是传承了国民党1949年以前的路数，就相当于是开水养活鱼了吧。反正想当年呢，是国民党面对民众要吹，现在呢是民进党面对群众还要吹。1949年吹的是渡江战役之前，说长江防线固若金汤；上海解放之前，上海是东方凡尔登。直到现在，台湾空军的相关记录上还写的是说，国民党空军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一共出动飞机6万多架次，炸死228万2578人，能给你吹的是有零有整啊！这效率比现在的美军还神。还吹呢，说空战中自己损失1架，31:1，最后是自己飞行员被击落了，被大陆这个抓起来了。他想拍照的时候，就从别的中队借人过来拍照，就轰到上级。至于说这几年呢，吹的方法肯定也变了，先是吹这个大陆断粮饥荒，然后这个肩扛火箭弹，还要暴打075。反正这一路下来，甭管是新闻媒体也好，台湾的报道也好，以前就是帮着老蒋吹，现在帮着蔡英文吹。吹到实在吹不动的时候，就只能被迫承认现实。所以我们看台湾这份解放军军力报告就跟去年的不一样，去年还在说解放军无力全面犯台，尚未完全具备大规模登陆作战能力，今年就开始强调解放军持续列装各型海空战略投送能力，并加速对台多维双超立体登陆作战能力。其实啊，这台湾宣传部门呢，还有某些媒体也真是过得越来越不容易。想当年信息隔断呢，说什么是什么，大伙儿都信。现在呢，网络时代，大伙儿都拿着手机看着是各路媒体。虽然各路媒体也是真真假假，什么都有吧，但是毕竟见识过大陆的台湾人越来越多。你总说大陆吃不起茶叶蛋，歼20都是纸糊的不存在，要么就是模型。这么说下去也没法再骗人。而解放军这边呢，也是有意识的改变思路，把新装备不断的亮出来，总能让台湾老百姓看见，也不怕这帮名嘴去贬低，反正他们越贬低就是开水养活鱼，以后打脸的就是他们自己。而且呢，解放军军力报告这个变化也是一个信号，原来老说解放军这种无力那种无力，现在开始说一切尽在解放军掌握之中。不管呢，台湾这个军方这么讲，是为了增加军费吹风，还是为了以后给自己留某种后路，都说明台军的嘴现在已经不敢太硬。好，关于台军出台的这套解放军军力报告，为什么跟以前味道不太一样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